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沉默啊，你说你一个小文员，以后拿什么养我女儿？老太太捏着茶杯，眼神里是掩饰不住的嫌弃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不会让微微受委屈的。沉默微笑着回答，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光。放心？我怎么放心？林薇在国企多体面，你看看你。张桂兰摇摇头，忽然她的目光被窗外停下的黑色轿车吸引。那是谁啊？看着像个大人物。沉默顺着他的视线望去，轻轻抿了抿嘴角，可能是来给您祝寿的吧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沉默第一次去林薇家，穿了件普通的藏蓝色衬衫和一条褪色的牛仔裤。江南初夏的午后，阳光透过老旧小区的梧桐树叶，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沉默站在一栋老式6层楼房前，手里提着一袋水果，额头上有些细密的汗珠。到了吗？他电话里问林薇。6单元3楼。林薇的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紧张。你别紧张，我妈就是嘴上厉害点。沉默笑了笑，我没紧张。他抬头看了眼这栋上个世纪90年代的老楼，墙体已经有些剥落，却依然干净整洁。他轻轻呼了口气，迈步走进楼道。老式居民楼没有电梯，楼道里弥漫着一股菜市场买回来的新鲜蔬菜和陈旧水泥的混合气味。沉默踏着略显陡峭的楼梯，一步步走向3楼。还没到门口，他就听见一个尖锐的女声：林薇，你那个对象到底几点到啊？菜都要凉了，快了吗？他已经到楼下了，是林薇的声音。沉默整理了一下衣领，轻轻敲了敲门，门几乎是立刻被拉开。林薇一身简单的白色连衣裙站在门口，脸上带着歉意的微笑。在她身后，一个穿着碎花旗袍的中年妇女探头探脑地打量着门外。张桂兰开门见到她，眼神从上到下扫了3遍，嘴角微微下撇，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。你就是沉默啊？进来吧。他的声音像是刚冷藏过的西瓜，表面温和，咬起来却带着透心的凉。林薇尴尬地笑笑，接过沉默手里的水果，低声说：我妈刚做好饭。沉默点点头，跟着林薇走进客厅。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式住宅，大约70-80平米，客厅不大，但收拾得很整洁。墙上挂着几张老照片，沙发是那种红木配软垫的传统款式，茶几上摆着几碟刚炒好的菜，香气四溢。叔叔好。沉默主动向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的中年男子打招呼。林薇的父亲放下报纸，笑着点头：来啦，坐吧。林伟，别看报纸了，吃饭了。张桂兰招呼道，然后转向林薇，去端汤出来。饭桌上，林薇一直试图活跃气氛。妈，沉默工作特别认真，领导都很欣赏他，是吗？张桂兰盛了碗汤放在林薇面前，故意绕过沉默。什么公司啊？做什么的？就是普通行政文员，叫同事安排一些日常工作。沉默回答的不疾不徐，眼神平静如水。文员啊？张桂兰的语气里有了明显的失望。她给丈夫加了块鱼肉，声音提高了几分。林薇在国企做项目经理，月收入上万，年终奖也不少。你们？妈，林薇打断了她，眼里闪过一丝不悦。没事，阿姨说的对。沉默笑着给张桂兰加了块鱼肉。我会努力的。张桂兰把那块鱼肉拨到一边。你们年轻人的事情自己决定。不过林薇啊，找对象还是得看稳定、有出息的。他喝了口汤，又说：我听说王家小王
就是你们单位的那个项目主管，条件就不错，家里有2套房子，还是研究生毕业。妈，我跟王旭只是同事关系。林薇的脸有些红，显然是气的。陈默只是笑，筷子在碗沿轻轻敲了2下。林父在一旁默默吃饭，似乎早已习惯了妻子的这套言论。陈默，你家是哪里的？父母做什么工作？张桂兰突然问道。江西南昌，父亲是中学教师，母亲在医院做护士。陈默答道。教师啊，清贫职业。张桂兰点点头，语气里半是同情，半是轻视。你在上海有房子吗？妈，林薇实在忍不住了。你今天是查户口吗？问问怎么了？我这是关心你们。张桂兰不以为然。陈默放下筷子，安抚地看了林薇一眼。阿姨，我理解您的心情，我现在确实条件有限，但我会努力给林薇创造更好的生活。张桂兰哼了一声，没再说什么，但眼神里的不屑一顾却越发明显。饭后，林薇把陈默送到楼下。夜色已深，小区里只有稀疏的路灯照亮着石板路。我妈就这样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林薇抿着嘴唇，眼圈有些发红。陈默揉了揉她的头发，没事，慢慢会好的。他望着远处的灯光，语气平静的像是在谈论明天的天气。你真不生气？林薇仰头看他，为什么要生气？陈默微笑，他是爱你的，只是表达方式不同罢了。林薇踮起脚尖，在他脸颊轻轻亲了一下。你真好，回去吧，天晚了。陈默看着他，眼里满是温柔。回到家里，林薇看到母亲正在收拾餐桌。妈，你今天太过分了。林薇说。张桂兰撇撇嘴，我过分什么了？问几个问题都不行。你那哪是问问题，简直是审犯人。我这是为你好，你看看，一个小文员，工资能有多少？结了婚你不得受委屈。张桂兰放下抹布，叹了口气，我活这么大岁数，见过多少门当户不对的婚姻，后来过得不好的。我跟陈默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现在谈恋爱都是你情我愿，结了婚柴米油盐才是日子。张桂兰摇摇头，算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，反正到时候吃亏的是你自己。林薇不再说话，回到自己房间，给陈默发了条信息：到家了吗？刚到，别担心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陈默回复。林薇看着手机屏幕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心里却依然有些忐忑。他知道母亲的性格，一旦认定的事情很难改变。他只希望时间能证明陈默的价值，让母亲接受这个优秀的男人。春节前，陈默拎着2盒手工茶和1套茶具来林薇家拜年。外面飘着细雪，陈默站在门口，掸了掸肩上的雪花。他今天穿的依然简单，深灰色呢子大衣，里面是件黑色高领毛衣，手里提着的礼品袋看起来很普通，没有特别名贵的包装。快进来，外面冷。林薇开门迎他。张桂兰正在客厅跟几个邻居拉家常，见陈默进来，脸上的笑容淡了几分。来啦，过年好。他的目光落在陈默手中的礼品袋上。阿姨过年好，叔叔过年好。陈默恭敬地打招呼，然后把礼品袋递给张桂兰，给您买了些茶叶和茶具，希望您喜欢。就这点东西。张桂兰接过来掂了掂，转身对邻居李阿姨小声嘀咕：文员就是抠搜，就这点东西拿得出手。李阿姨笑了笑，没接话。陈默假装没听见，和林父攀谈起来。林父比妻子温和得多，对陈默也客气，两人聊起了近期的股市行情。张桂兰打开礼品袋，拿出2个朴素的木盒
和一个纸盒。他随手打开木盒，里面是深褐色的茶叶，闻起来有股淡淡的香气。什么茶啊？李阿姨凑过来问。谁知道呢？可能是便宜货吧。张桂兰不以为然地合上盖子。林薇看在眼里，想说什么，却被陈默轻轻拉了一下手，示意他别开口。那套茶具被随手放在了阳台角落，积了薄薄一层灰。1个月后的周末，林薇表哥来家里，是个做茶叶生意的年轻人。他看到那套积灰的茶具，惊讶的嘴都合不拢。咦，这是老茶客才懂的非遗手工茶具，一套得大几千吧？哪来的啊？表哥小心翼翼地擦拭着茶壶上的灰尘。张桂兰正在厨房切菜，闻言愣了一下。我女婿送的。他语气平淡。女婿眼光不错啊，这茶具我都买不起。表哥拿起茶壶端详。还有茶叶吗？在柜子里。张桂兰指了指客厅的柜子。表哥找出那2盒茶叶，打开闻了闻，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。咦，这是高山老丛水仙啊，市面上很难买到的，我们店里都没有这么好的货，是吗？张桂兰有些意外。当然，这茶叶香气内敛，滋味醇厚，是难得的好茶。表哥说着，拿起茶具，我给您泡一壶尝尝。行啊。张桂兰点点头，眼神闪烁不定。表哥泡好茶，倒了一杯给张桂兰。咦，您尝尝。张桂兰接过茶杯，小心地啜了一口，眉头微微舒展。确实不错，你女婿懂茶啊，这茶具和茶叶都是上品。表哥感叹。张桂兰撇撇嘴，再贵也是文员送的，能有啥好？没当回事。表哥笑了笑，没再说什么。家庭聚餐时，张桂兰总有意无意地问起陈默的工作。那是一个周末的晚上，林薇的几个亲戚都来了，饭桌上热闹非凡。张桂兰特意做了一桌子菜，有红烧肉、清蒸鱼、炒青菜，还有一碗鲜美的排骨汤。你们文员1个月挣多少啊？够不够房租？他一边给亲戚倒茶一边问，声音不大不小，刚好让在座的人都能听见。够花就行。陈默回答的简短。现在上海房价这么高，光靠工资怎么够？张桂兰摇摇头。林薇，你们以后住哪啊？妈，我们的事我们自己会安排。林薇有些不耐烦。我要是年轻点，肯定给林薇介绍个经理级别的。张桂兰看着亲戚们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我单位老李的儿子就不错，人家已经是部门主管了，年薪20多万。”陈默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打断了张桂兰的话。他皱着眉接起电话，起身走到一旁。怎么了？他低声问。让项目组把方案再优化下，下周我要过目，把财务模型重新做一遍。投资回报率要达到预期。他挂断电话，回到桌前，对张桂兰解释：“同事让我帮忙转达的。”张桂兰翻了个白眼，没追问，但心里却忍不住嘀咕：一个小文员，还指挥项目组和财务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林薇想说什么，被陈默轻轻握住了手。他眼神里传递着一个信息：别在意，一切都会好的。饭后，亲戚们坐在客厅里聊天，话题不知怎么又转到了林薇和陈默身上。林薇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？林薇的姑妈问。还没定呢，可能明年吧。林薇看了眼陈默，年轻人别着急，条件成熟了再说。张桂兰插嘴，意有所指地看了眼陈默。是啊，现在结婚不容易，房子、车子、彩礼，样样都要钱。姑妈附和道。陈默只是笑笑，没有反驳，目光温和地看着林薇，仿佛在说：别担心，一切有我。张桂兰80大寿的前2周，
林薇让陈默帮忙订酒店。妈，陈默说他认识几家不错的餐厅，让他帮忙订一下吧。林薇对正在织毛衣的母亲说。张桂兰抬起头，他能订到什么好地方？我认识私房菜老陈，他家口碑最好，可以留个安静的包间。陈默站在一旁说，他们家的菜很地道，价格也公道。张桂兰却撇撇嘴，文员认识的老板能有多厉害？别到时候菜不好吃还丢面子。林薇有些生气，妈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担心地方不好。张桂兰放下毛衣，这样吧，让你哥联系一下，他认识城南那家中档餐厅的经理，去那里办吧。陈默没反驳，只是默默记下了老人家的喜好，准备了寿桃和一幅名家字画当礼物。那是一幅山水画，笔墨简约，却意境深远。陈默把它小心地包好，放在衣柜的抽屉里。林薇看着礼物，小声问，你要不要跟我妈说说你的情况？她这样一直误会你，我心里不舒服。陈默摇摇头，温柔地看着他，等合适的时候吧。重要的是我们彼此了解，不是吗？可是别担心。陈默轻轻抱住他，万事有我。林薇靠在他胸前，不再说话，但心里却暗暗希望有一天，母亲能真正看到陈默的优秀，而不只是表面的职业和身份。寿宴那天，阳光明媚，仿佛连天气都在为张桂兰祝寿。张桂兰穿着崭新的紫色旗袍，发髻高高盘起，脸上画了精致的妆容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。她站在餐厅门口，脸上带着难掩的喜色，忙着招呼前来祝寿的亲友。张姐，80大寿，恭喜恭喜！桂兰今天真漂亮，完全看不出来80岁。亲友们的恭维让张桂兰心情大好，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。陈默和林薇提前到了餐厅，帮忙布置场地。陈默穿着一身藏青色西装，看起来比平时正式许多。他把名家字画和寿桃放在一旁，等待送给岳母。陈默，你去把饮料摆上桌。张桂兰随口吩咐，眼睛却看向门口，似乎在等待什么重要人物。陈默点点头，默默去做事。亲戚们对他也没太多热情，只是礼节性的点头。林薇一直陪在他身边，脸上有些歉意。林薇这对象工作太普通，我总担心他以后受委屈。张桂兰坐在主桌，小声对姐妹们说，本来我想给他介绍我们单位的小王，人家都是管理层了，可他偏要跟这个文员谈。姐妹们纷纷点头附和，目光不时地扫向正在摆放饮料的陈默。陈默听见了，只是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目光落在窗外的行人身上，他的神情平静，看不出任何不悦。正吃到一半，包厢门突然被推开，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带着2个助理走了进来，手里提着包装精美的礼品。王总，林薇惊讶地站起来。林薇啊，你好啊！中年男人笑着点头，然后看向张桂兰，张阿姨，祝您生日快乐。我跟林薇是同事，听说今天是您大寿，特意来贺寿。张桂兰立刻站起来，眼睛像是点亮了2盏灯。王总，您怎么来了？太客气了。他拉着王海涛的手，一个劲地说，谢谢王总，快坐快坐。他故意朝陈默的方向瞥了一眼，那眼神里满是炫耀，仿佛在说，看看，这才是真正的领导，不比你那个小文员强多了。王海涛在张桂兰的热情招待下，坐到了主桌的上首位置。他打量着席间的宾客，点头微笑着跟大家打招呼。就在这时，王海涛的目光无意间扫到角落里的陈默，
脸上的笑容突然凝固了。他愣了2秒，猛地站起身，快步走到陈默面前。他走到陈默面前，站定，然后他做出了一个让全场人都目瞪口呆的动作。张桂兰感觉脑子里嗡的一声，顿时如遭雷劈。她手一软，那双红木的筷子啪嗒一声掉在了光亮的地板上，发出一声脆响。陈总，王海涛的声音提高了8度，双手递出名片，语气恭敬的有些紧张。您怎么也在这儿？全场瞬间安静下来。陈总，张桂兰愣住了，手里的茶杯差点掉在地上。哪个陈总？林薇也有些惊讶，他知道陈默的身份，但没想到王总反应这么大。他以为陈默和王海涛只是普通的业务往来，没想到王总对陈默如此敬重。陈默站起身，接过名片，淡淡笑着说：“王总，好久不见，今天是我岳母的寿宴，过来陪他老人家吃饭。原来是张阿姨的寿宴，难怪您会在这里。”王海涛连连点头，脸上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。早知道我应该提前跟您打个招呼，也好多准备份厚礼。他转向张桂兰，恭敬地鞠了一躬：“张阿姨，您真是好福气，女婿这么优秀。”张桂兰像是被雷劈中一般，眼睛瞪得滚圆，嘴唇哆嗦着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，手里的筷子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。林薇的哥哥张明也呆住了，他看看陈默，又看看王海涛，一脸的不可思议。陈总，上次那个项目多亏了您指点，我们才顺利拿下来。王海涛继续说道，声音里满是感激。您的眼光真是独到，那快递现在升值了1倍多，过奖了，你们的执行力很强。陈默谦虚地说，陈总是我们战略合作方的投资总监，上个季度帮我们拿下了2个大项目，年轻有为啊。王海涛对张桂兰说，投资总监。张桂兰声音都变了调，她看着陈默，又看看毕恭毕敬的王海涛，突然想起之前陈默接电话时的语气和神态，顿时倒吸一口凉气。陈默上前扶住张桂兰，妈，您先坐下，别激动。亲戚们炸开了锅，原来陈默是总啊，也太低调了。张桂兰之前还说人家是文员，这下闹笑话了，怪不得那茶具那么贵，人家是总监啊。张桂兰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，尴尬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她想起自己这大半年来对陈默的态度，又是嫌弃又是轻视，甚至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他是个普通文员，现在看来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王海涛见状赶紧打圆场，陈总一直很低调，在公司里都很少让人叫他总，我们也是跟他合作过才知道他的身份。陈默看出张桂兰的尴尬，主动走到他身边说，妈，其实我是怕您有压力，才没跟您说我在投资公司做管理，不是故意瞒您。张桂兰红着脸摆了摆手，妈不怪你，是妈之前太势利眼了。她的眼圈有些发红，声音也有些哽咽。林薇站在一旁，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微笑，她看着母亲的窘态，心里却没有幸灾乐祸，只有一丝释然。终于，母亲知道了陈默的真实身份，不会再对他有偏见了。陈总，不知道您看我们这个项目怎么样？王海涛坐下后，迫不及待地向陈默请教。我觉得可行，但细节需要再讨论。陈默简短地回答。好的，好的，下周我们再详细聊。王海涛点点头，态度恭敬。张桂兰看着这一幕，心中翻江倒海。她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一直看不上的女婿，竟然是一位让王海涛这样的企业高管
都要恭敬对待的人物。寿宴的后半段，张桂兰对陈默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，不停地给他夹菜。陈默，你多吃点，之前妈对你不好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他还跟亲戚们炫耀，我女婿就是低调，这么有本事还不张扬，比那些爱吹牛的强多了。姐妹们纷纷附和，是啊是啊，陈总真是谦虚，桂兰有福气，找了个这么好的女婿。林薇也有眼光，一眼就看出陈总的不凡。张桂兰听着这些奉承话，心里却五味杂陈。她想起自己之前对陈默的种种轻视，不由得脸上发烫。她偷偷看了眼陈默，发现他依然是那副温和的样子，没有因为身份揭露而有丝毫的得意或傲慢。林薇看着这一幕，偷偷跟陈默说，早让你说，你还不信，我妈现在对你多好。陈默笑着说，这不是时机刚好吗？你就是故意的。林薇轻轻捶了他一下，没有，我只是想让他自然接受我。陈默握住林薇的手，王海涛临走前，特意又跟陈默和张桂兰道别。陈总，下周的项目我们再详谈。张阿姨，我先告辞了。王总慢走，有空常来家里坐。张桂兰现在看王海涛的眼神都不一样了，不再是仰视，而是平等的目光。寿宴结束后，亲戚们也纷纷过来跟陈默套近乎。曾经对他爱搭不理的表哥，更是殷勤地递上名片。表妹夫，改天一起喝茶，我那有几款新茶，请您品鉴品鉴。陈默微笑着接过名片，只说了句好啊，没多表态。张桂兰送走了客人，回到家里，看着陈默帮忙收拾桌子，欲言又止。妈，你想说什么就说吧。陈默主动开口，声音温和，你真的是投资总监啊？张桂兰还有些不敢相信，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陈默放下手中的杯子，走到张桂兰面前。是的，我是不太喜欢张扬，平时在家人面前就想做个普通人。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张桂兰再次问道，声音里带着一丝委屈和愧疚。陈默看了眼林薇，笑着说，想看看您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婿，是看中我这个人，还是看中我的身份？张桂兰愣了一下，然后不好意思地低下头，我这人就是势利眼，你别见怪。他的眼圈有些发红。妈，您疼爱林薇，希望她找个好归宿，这没错。陈默语气温和，我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证明我能照顾好她。林薇走过来，挽住陈默的胳膊。妈，我们都理解你的心情。张桂兰点点头，擦了擦眼角，是妈错了，妈不应该只看表面。您没错，每个做父母的都希望孩子过得好。陈默安慰道。那你到底？张桂兰欲言又止。您是想问我具体做什么工作？陈默笑了笑，我是一家投资公司的合伙人，主要负责项目评估和资金投入。投资公司的合伙人，那不是老板吗？张桂兰瞪大了眼睛，算是吧，但我不太喜欢这种称呼，显得太拘谨。陈默说，我更喜欢大家平等相处。张桂兰坐在沙发上，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她想起自己之前说陈默是小文员，心里更加愧疚。对了，妈，这是我们给您准备的寿礼。陈默从包里拿出那幅字画和寿桃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张桂兰接过礼物，小心翼翼地打开字画，看到上面苍劲有力的笔触，不由得惊叹，这是我一个朋友的作品，他是国内知名的书法家。陈默说，太贵重了。张桂兰爱不释手地抚摸着字画，妈喜欢就好。陈默笑道。寿宴后，张桂兰经常主动给陈默打电话，问他工作累不累。
要不要妈给你炖点汤？他还特意学了陈默爱吃的菜，让林薇带回去。这是妈亲手做的，你尝尝合不合口味？邻居们看到张桂兰的态度变化，不由得好奇：桂兰，你女婿好像很厉害啊。他呀，是个投资公司的合伙人。张桂兰说这话时，脸上满是骄傲。上次王总都要给他敬酒呢，那你之前怎么说他是文员？邻居疑惑地问。张桂兰尴尬地笑笑，他太低调了，连我都不知道。有一次，陈默的公司要跟林薇的国企合作，王海涛特意找陈默商量：陈总，这次合作您放心，我一定让项目组好好做，我们有最好的团队，保证完成您的要求。张桂兰知道后，跟林薇说：你以后在公司可得好好工作，别给陈默丢脸。林薇哭笑不得：妈，我一直都很努力的。那不一样，现在是你老公的公司和你们合作，你更得上心。张桂兰现在说起陈默，满是骄傲。对了，听说王总最近要升职了，好像是要升副总。林薇点点头。那陈默岂不是比副总还厉害？张桂兰眼睛亮了起来。林薇无奈地笑了笑，没有回答。她知道母亲的势利眼一时半会儿改不了，只是现在的对象从王总变成了陈默而已。陈默听了，笑着说：妈，他工作很努力，不用我操心。林薇看着母亲和丈夫和谐相处的样子，眼里闪过一丝满足。虽然母亲的转变有些滑稽，但至少现在一家人关系融洽了。半年后，陈默和林薇的结婚纪念日，张桂兰特意准备了一大桌菜，还送给陈默一块手表。妈之前对你不好，这块表你戴着，算是妈给你的道歉。张桂兰亲手把表递给陈默，眼神里满是歉意。陈默接过手表，说：妈，您别这么说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之前是我眼光不好，只看到表面。张桂兰感慨地说：我这人就是虚荣，总想着女儿找个有钱有地位的，没想到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好。妈，重要的是我们一家人和和美美的。陈默说：是啊。张桂兰点点头。不过你们公司最近怎么样啊？听说那个项目进展不错。林薇和陈默相视一笑，知道老人家还是改不了关心这些的习惯。饭桌上，张桂兰拉着陈默和林薇的手，说：以前妈总想着让你们过得好，却忽略了最重要的是一家人开开心心。现在看到你们这么和睦，妈就放心了。陈默和林薇相视一笑，一家人的笑声充满了整个屋子。曾经的偏见早已烟消云散，只剩下温暖的亲情。对了，陈默，张桂兰忽然想起什么，你们公司是不是还招人？我们老张家隔壁的小刘，大学毕业找工作呢，你看能不能？妈，林薇哭笑不得。陈默却笑着说：行啊，让他下周来公司面试。不过我们公司要求挺高的，他得有相关专业背景。张桂兰满意地点点头，又开始张罗着给他们夹菜，吃，多吃点。对了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啊？我看隔壁老李家孙子都会走路了。林薇无奈地看着陈默，陈默则温柔地握住他的手，眼神里满是笑意。窗外，夕阳西下，余晖洒在这个温馨的家庭里，勾勒出一幅和谐的画面。虽然张桂兰的势利眼一时半会儿改不了，但至少她已经接受了陈默，接受了这个曾经被她看不起的小文员女婿。人生如戏，身份如衣，有时候最真实的自我恰恰隐藏在最简单的外表之下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
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